芹菜气味清香，清脆爽口，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当家菜了。芹菜营养含量丰富，既是蔬菜，又是天然有效的降压药。如此健康的食材，您岂能错过？本期健康新时代就教您如何吃芹菜。虾皮拌芹菜虽是一道简单的凉拌菜，但是饼大厨总能做出与众不同的味道。从芹菜的清洗到虾皮的特别处理，每一步都有大师的烹饪秘诀，您一定要试试看，这味道绝对独一无二。芹菜全身都是宝，芹菜叶的营养更是比芹菜茎要高出10几倍。饼大厨为您带来芹叶双吃，一蒸一拌，绝对可以满足您全家的口味。搭配蒸菜的蒜泥儿更是大有来头，这可是饼大厨从不外传的独家秘籍，您可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蒜泥呢，说句实话哈，这是秘籍，这是你的法宝。同时，营养师顾老师还要教您做一款芹汁降压饮，让降血压变得不再复杂。营养健康的芹香美味，就在本期健康新时代，精彩内容马上呈现。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教你做的是芹菜。芹菜呢是一种味道很奇特，而且呢很多人都很喜欢的食材。据说这芹菜是不招蚊虫的，因为这蚊虫呢不喜欢它的味道。但是说实话，大嘴我呢特别喜欢吃芹菜，我相信电视机前面也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它。那今天我们就给您请来中国烹饪大师饼大厨教您做芹菜，欢迎饼厨。你好，大嘴，我们的老朋友了，饼厨。那这芹菜，你看大嘴手中就端这2种，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营养呢？给您请来的是营养健康老师，我们的老朋友顾老师，欢迎。大家好。2道菜品依旧是饼厨给您送上的。第一道什么名字？一道是虾皮拌芹菜。虾皮拌芹菜，那现在就咱们芹菜哈，你看顾老师，咱这2种，您能认得出来吗？能。这种呢，我们叫西芹，洋芹。这种呢？这种是本芹，也就是我们说的水芹，本地芹菜。那我想问一下大厨，那这不同的芹菜，它在烹饪上有没有区别？这个没有区别是没有。这个芹菜呢，它这个水芹，你看粗壮有力，而且呢，很重啊，是不是？但是它这个一样，它的筋呢也是非常的粗，就是它的筋呢纤维要比这个老一点。对，这个做的时候呢要这个把筋去掉。那好，这边呢咱就放在这边。大厨，咱第一步要怎么做？咱先把这个叶呢给去掉，芹菜叶给它去掉。待会儿这个还有用。芹菜叶呢，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就告诉大家哈，也是一个宝。在家里的时候要善于的去利用它啊。不同的芹菜叶扔了。对，这芹菜叶呢，咱有不同的吃法，给它摘下来。老师，你看哈，一般这个芹菜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降血压的功能。这句话从何而来？其实芹菜呢，从古代来讲，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药物，我们也有人把它叫做药芹。那么很多人呢，就是过去古代的时候头疼病啊，然后就是眩晕症，也就我们说的高血压呢，都吃它来降压。当时的时候没发现它为什么降压，实际上现在呢，我们就用现代营养来研究呢，它里面有一种芹菜素，这种芹菜素，对，就叫芹菜素，它就是能够降压的。而且呢，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呢，像它含的钙是非常高的，钙和镁这2种矿物质呢，包括钙，我们知道高血压饮食当中就得高钙饮食，因为钙可以对抗钠的作用，像钠我们知道吃盐多血压就高，如果你钙多呢，那么血压就低了。那芹菜有第一个功能就是降压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除了降压以外呢，那么我们也因为它的纤维素过于多，你比如吃的时候都是渣粗啊，这些纤维素多呢，那么可以它在体内呢就能够帮我们这个肠道蠕动，然后呢可以治疗一些因为肠蠕动慢啊、吸收营养过多带来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结肠癌，还有就是糖尿病，这些呢都可以通过纤维多。引起来就是说刺激胃肠道的蠕动，刺激蠕动，减少一些疾病的产生。对，没错，这是一个。那其他的有没有一些更独特的？这有一种维生素呢，我们值得提一下，就是维生素 P。这个维生素呢是这2年新兴的维生素。维生素 P 呢，它有很好的扩张血管的效果。扩张血管呢，就可以对我们，你像我们的这些冠心病，这个心血管病啊，有很好的防治作用。芹菜，咱呢在这个季节哈，也算是怎么讲，应该经常在生活中多吃一点的一种食材。咱这个芹菜呢，老师也说了有这么多的功能，我们大厨这边呢正在给这个芹菜。这叫怎么讲？这不应该算改刀，这个掰芹菜。大叔，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掰吗？这个去这个筋，这样撕的时候正好把这个筋撕下来。大叔，您这个是一个招啊。有的时候呢，这种外皮哈，它有一个非常难咬的老筋，非常老的老筋，咱拽它就可以了。
我们是以后做什么芹菜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吗？都可以。这是以前我想小时候，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家里人让你摘芹菜的时候。就顺便把老茎给摘下来。没错，其实不管什么芹菜啊，它这个味道呢，在你掰的时候就能闻得到。这种清香的味呢，似乎是别的食材永远无法比拟的，很棒的。它就是有新香味的菜，没错。所以一般像芹菜呢，喷的农药都是非常少的。小虫子不喜欢它。没错没错。所以呢，一般还是比较环保的一道菜。虫子不喜欢它，但我很喜欢。它有新香味儿。没错，很棒。这边呢，给它慢慢的撕着好。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刚才大叔也说了，西芹跟我们的水芹做法没什么两样，差不多，他能做的他也能做，那营养上有区别吗？西芹和咱们的这个芹菜比起来呢，它含水分要高一些，所以它所有的成分呢，都跟咱们的这个水芹比起来呢要少一点。要稍微少一些，比如说膳食纤维的含量要低一些，包括里面的维生素的含量也要低一些，所以相比较呢，它的营养就是更水，更像我们说吃萝卜更淡一点儿。没错，闻起来都是那种很清香的味道。对，它这个味道也比较淡，但是它是实心儿的。一般它这个里面的芯儿，你看都比较实。没错，那么实。所以果肉比较厚。所以有的时候呢，口感比较好。我们用来做一些榨汁儿。对。今天咱们还要教大家做一个榨汁儿的，就要用到这种西芹来榨汁儿。OK。就在说话间，我们的饼厨呢已经将所有的芹菜都去了老筋了。记住要用手掰，不是用刀来切它。那接下来我们要焯一下水。焯一下水。好嘞。大厨，其实我每次做芹菜的时候都会焯一个水，这是老人告诉我的方法。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焯水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因为咱是凉拌，是吧？咱就把它焯一下水，那么让它呢变脆。变脆。如果要这个生吃的话呢，这个尽量吃芯。好，我们现在开始烫它。烫一下之前呢，先加一点盐。来点盐，加点盐，因为咱是凉拌呢，加点盐之后呢，要它这个脆一些。我们如果不凉拌，有的时候烫蔬菜也愿意放点盐，是不是？放点盐的目的是让它更绿一点。这个芹菜呢，刚才说不是说这个非任何菜都适用于先焯一遍水的。这个你像你要炒肉丝的话呢，你可以就是不用焯水，因为焯水之后呢，它容易把这个芹菜的味道给挥发了。哎呦，去掉一半。你要是直接炒肉的话，你就直接来炒就可以了。直接炒就行。但是这个芹菜呢，那个洗的时候呢，你要整颗的洗完了之后再改刀，是吧？你不要把它先改完刀之后再洗，就怕它味道挥发掉。它那个一是味道挥发掉，营养素但是营养就流失了。保留营养，要先洗后切。我们烫芹菜就是等水开了之后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直接放进去。好，这边我们烫着，好嘞，差不多了。蔬菜呢不太利于我们烫太久。我们拿出来之后，直接放在凉水中去冰吗？冰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芹菜那个脆爽和那个颜色不变色。颜色，因为这个菜你烫完之后呢，你看它是把它捞出来了，但是它有一种余热。没错，余温呢，它的余温呢，它会把这个菜呢继续加热，哎呦，把它给变颜色变黄。的确，那最后的时候呢，可能就使这个本来嫩绿的蔬菜变得有点微微发黄了。好，这边这个。处理一下这个虾皮。大叔，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其实你看这个虾皮呢，大家都知道，它好像是一种虾的这种晒干的一种东西，对，是不是？这是什么虾晒出来的？这个一种毛虾。毛虾，这个毛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它身上会长一些长须子啊，长长的须子，喜欢叫它好像毛毛茸茸的毛虾，非常非常小。那它怎么晒出来的呢，大叔？这个你晒的时候呢，你如果不加盐的话，那么就是甜晒的。不加盐的那种晒。如果你用盐煮一下，或者你用海水这个煮过了之后，它就是那个一种咸晒。这个质量呢还是甜晒的好，因为它一个是好吃，再一个是呢它这个不压秤。如果你用盐煮过之后呢，它的分量是重。好嘞，这边咱把这个虾皮准备好了。虾皮呢，现在我们已经经过水的浸泡之后呢，在这边备用了。接下来我们在锅中来点油。今天我们用的油呢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它里面含有3A 加物质，对老年人以及儿童的智力非常有好处。建议你在家里的时候呢试一试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我在倒油的时候我就在想，您为什么要倒油，大叔？这个因为要炸一下这个虾皮儿。炸虾皮，这个虾皮直接拌不就可以吗？那个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很多人有可能吃不习惯，因为这个虾皮呢，这个吃习惯的人，海边的人他会觉得，哎呀，真鲜。没错没错。如果内陆的人呢，会说，哎呀，真腥。让我们把它给炒一下之后呢，这个让它有一个这个海鲜的那个香味。没错。然后呢，又有香味儿，然后又有一点这个虾的鲜味。那其实说到这个虾皮大家都知道，
含钙比较高。是没错。一说补钙，大家就会想到虾皮。虾皮补钙。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要是用营养成分来算的话，100克的虾皮有991毫克的这个钙，几乎是所有食物当中最高的。100克，对，100克虾皮991的毫克，所以所有的食物都没它那么高的钙，所以它的含钙量呢是相当高。那补钙的时候应该多吃一点。对，多吃一点，而且它这个钙呢也挺好吸收的，尤其是它比较柔软，这个壳也是比较柔软的。我们呢做汤啦，或者是炖炒啊，都可以直接食用。没错没错，这边我们把虾皮在这个油热起来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对，来回的炒它。实际上近代营养呢，我们现在特别讲究这个虾皮啊，买那种越红颜色的越好，越红的越好。红色的呢会有一种虾青素，红色代表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呢现在被认为是最有抗氧化防衰老作用的一种营养素，它可以帮助咱们抗氧化防衰老。就是比维生素 E 呀、优质硒啊那种防衰老的东西都要好。那是不是多吃点虾也是一样？对，所以现在老年人多吃虾是防衰老的，不光是补钙，延缓延缓衰老。这边我们慢慢的炒着，炒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咱要把它取出来？这个颜色变成金黄了。我觉得现在好像是已经差不多了。对，差不多了。再炒的话，我就会觉得就会有点太干了。好，这就差不多了。颜色略有金黄的时候，咱呢就把这个虾皮儿给它取出来。然后呢，先调一下这里的味儿。现在开始正式的拌凉拌菜了。蒜泥儿，蒜泥儿会不会抢了芹菜本身的味道？这个不会，这个蒜泥和芹菜呢是绝配。再一个芹菜和那个花椒油也是绝配。对，花椒和芹菜。花椒油和蒜泥，对自己榨的那个花椒油，这样就放点花椒加一点这个味达美，再来一点点米醋。米醋大概放多少？这个1勺。1勺米醋，2勺的味达美的酱油拌一拌。这时候放盐吗？这时候不用放盐，因为这个虾皮呢，它带一点，刚才这个尝了一下，带一点盐的。哎呦，再一次呢，这个放了一点那个味达美酱油也是有点咸的，就不用再放了。虾皮的这个量呢，根据喜好，你可以多搁一点，你也可以这个少搁一点。为了补钙，可以多搁一些。可以放多一些。补钙。补钙、防衰老，这都是老人的好菜。我觉得这个虾皮炸完之后一闻起来，这个味道跟刚才有很大的区别，特别的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虾皮在凉拌菜中经常出现，有的时候在家里呢，你拌个小咸菜，都可以放点虾皮。是。对，虾皮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它用那个尖椒，这个咸菜，没错，尖椒切成粒儿，然后跟虾皮拌在一起，拌一拌，拌一拌吃。是吧？下菜配饭做菜吃，有点像老虎菜的那种做法，就老虎菜，对呀。因为我们今天这道菜虽说是道凉拌菜没有油烟，好像对，没错，比较少。而且大厨呢虽然是做一道凉拌菜，不过呢每一个步骤都是很讲究的，包括虾皮我们是炸过的，还有蒜泥，秦香扑鼻啊！好嘞，这边我们的菜已经上桌了，赶快的我们要尝一尝，看看今天大厨这道菜发挥如何。来，赶快郭老师来给拿出。很脆爽，脆，虾皮很好吃，炸过之后就是不一样，非常非常香的虾皮。而且我们这个虾皮的香呢，掩盖不住我们本来芹菜它的那种本来的清香味。这个芹菜也很嫩，没有筋，非常非常嫩。我觉得这个芹菜把筋都撕掉了。没错，之所以这么脆，就是因为那个拔凉的过程，是不是很关键？这道菜核心的2个步骤，一个是要记住把芹菜焯完水之后要拔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虾皮要炸过，真的很好吃。接下来呢，我们的饼厨给您带来的是第2道跟芹菜有关的菜品，是什么名字啊？这个菜呢，就用这个芹菜的刚才下脚料，芹菜叶，就这些，做了个芹菜双宝，芹香双宝。一般在家里我们都是把芹菜叶呢作为咸菜，那用芹菜叶又会做出来什么样的美味呢？第2道菜呢，主要是用这个芹菜的这个下脚料，这个做了两道菜，一道是这个用面粉蒸的这个芹菜叶，一道是这个生拌的这个芹菜心，生拌芹菜心和面粉蒸的芹菜叶。现在就向你来做。好嘞，现在这边洗干净之后呢，把水给那个沥干，这个也很简单，沥干，加点面粉。大厨你会发现其实似乎每一次我们做野菜的时候，做蒸菜都喜欢加点面粉。对，为什么要加面粉？加面粉，这个它容易粘在这上面。再一个你可以掺一点这个玉米
或者豆粉，我觉得也挺好。豆粉、玉米粉、豆粉都可以。对，一般我们做这种蒸菜的时候哈，不管你是做野菜也好，还是说蒸这种平时常见的食材，都会加一点面粉。那这个比例有没有严格的要求？这些菜呢没有这个严格的要求，因为你主要是你只要把这个面粉均匀的蘸在这个芹菜叶上，均匀的蘸在芹菜叶上就可以。这个用淀粉就不行了，用淀粉就不行了，因为它这个太甜了，没有筋，要有筋性的这种。咱们吃起来好像这个芹菜吧，就变得肉厚厚的，就像我们吃野菜，咬在嘴中的时候，越嚼呢会感觉越厚实。以前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个芹菜叶呢都是被丢掉的。可是现在很多营养专家告诉我们，这芹菜叶和芹菜茎啊相比较，芹菜叶的营养要比那芹菜茎还要再多出一点雌化菜。你像芹菜叶呢，我们用现代的化学成分来分析了，它里面有10种成分呢，将近10种成分比这个净啊是要高的。比如说像膳食纤维高一些，比如说它里面的 B 族维生素要高，而且据说要高出好多倍来，是要高出好几倍。所以呢，我们吃这个芹菜的时候，千万不要叼了这个好的叶子。好，锅中笼屉已经弄好了，咱呢把盖子打开，直接把它放进去。大叔这边看不看到我们的芹菜叶呢？表面沾了均匀的面粉一层 ，OK， 一层霜哈。真的是。其实这个面粉呢，这个也可以，如果你要正常吃的话，最好把面粉这个盖上保鲜膜，搁笼屉给它蒸熟了先把面粉蒸熟它，再来蒸它，这样面粉特别的对，没这种有的时候呢，你会蒸不好的话，会有一种这个面的生面味。没错，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微波炉直接把这个面粉烘熟？也可以。我们从外面就能看得到哈，这个芹菜叶呢慢慢的发软，需要蒸上5分钟左右，一会儿呢就能吃到好吃的蒸菜了。那这边蒸着，咱这边呢也别闲着，是不是？这个芹菜芯儿拌一下，芹菜芯儿，这是切好的大蒜片儿。这个拌这个菜呢很简单，这个如果你愿意吃清味的话呢，外面卖那个熟那个下油的，或者是鱼露。用鱼露拌一下，鱼露拌，一般都是在东南亚中，比如说越南之类，喜欢用鱼露。这个如果吃不习惯那些腥味的话呢，就是这个味达美。味达美大概有多少量？这个1勺就行，1小勺左右。其实呢，我们这个芹菜在古代的时候都讲究是生吃的，越生吃呢，它这个芹菜里面的芹菜素啊、芹菜苷等等这种有效的成分，就降压的成分啊，越容易溶出来。那古代人口味好重啊，这个芹菜的味道，如果生吃，它那个清香味会越来越高。是，没错。越嚼会感觉那个味道越重。咱这个拌完了，大厨。对，拌完。就这么简单。这道菜不加点糖，不加点什么其他的盐之类的吗？就这么原味味的味达美酱油的味道。对。芹菜芯儿就这 OK 了，就 OK 了。好，我们放在一边。现在这个也可以了，可以把它出锅了。差不多。好，再把它端出来，看一看我们的蒸菜现在蒸的如何。之前是一个小山坡，现在呢就只能说是一个小土包了，小土包是不是？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小土包上面呢还有一点点白色的霜露，我们这芹菜香味扑出来了，很棒。我觉得这道菜是不是搭配点什么蘸的东西？这个必须要有，要什么？这个蒜泥，用蒜泥儿。一般我们吃这种蒸的野菜也要蘸蒜泥的，很棒。调个蒜泥，调个蒜泥。好，这边呢之前我们已经切好了一些大蒜，煸好蒜泥放进去。这个我调的蒜泥呢，也就不是一种很家常的，就主要是针对这个吃的。这是蚝油，蚝油有多少量？一小勺，一汤勺，小汤勺，1汤勺15毫升。这个一点这个味达美，这个是拌，也是1勺，也要1勺，1:1的比例，味达美和蚝油。那蒜蓉的比例就是看你自己喜欢了。对，这样调一调，哇，这道菜有点农家菜的感觉。这时候呢，你可以加点糖，你也可以加点蜂蜜。加蜂蜜会好吗？你尝一下会。蜂蜜多少？小半勺。我第一次在凉拌菜中发现蜂蜜。对，拌蒜泥的时候发现蜂蜜。对呀，对，一般我们都基本上这个蒜泥呢，这个说句实话哈，这是秘籍。秘籍，这是你的法宝。这个很多客人呢，到我们味道吃饭呢，很多就吃蒜泥的。冲着一道蒜泥去的。就是你这个秘籍就是这里，就是放一点蜂蜜，咱也能开一个味道餐吧？可以了。OK， 这个秘籍是秘不外传的。来多少香油？一点点量就可以了。一定要悄看了一下。我刚才在看蜂蜜是放了大概15毫升。没错，就是一小汤匙15毫升。其实你看大厨在调它的时候呢，虽然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蘸料，但他用了这么多东西，可见是大厨呢，你是神农尝百草一样。都尝过很多次之后，才总结出经验的。这个蒜泥呢，这个我为了调这个蒜泥呢，我把这个舌头吧，这1个月
都不知道吃什么味儿了，一直在吃大蒜，天天吃蒜泥，就让不同的蒜泥加醋了，加什么各种调料，加各种料来尝这蒜泥。饼厨真是为了烹饪事业，真是钻研了好多年，神农尝百草一样。看完到这一碗蒜泥汁儿已经 OK 了。刚才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比例，希望你在家里可以试一试。单闻的时候，我觉得能闻到一些香油的味，但是蒜蓉的味道不是那么抢味了，是不是？对，好，配在一边。那么在我们正式好品尝这两道菜之前呢，我们的顾老师要给您出招了。出什么招呢？看到没有？这边榨汁机已经准备好了，而这边我们的芹菜茎儿已经切成小段了。一个苹果，然后呢，我们放2根西芹，2根西芹。这个比例呢，你可以在家里，比如说我用半斤西芹的话，那我就用1到2粒苹果，根据你能耐受的这个芹菜和苹果的这个味道。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味，没错，放一些。那么这个是用来干什么呢？我们经常做的一个果蔬汁。那么为了是能够降血压的。好，咱今天饮品店正式开业，是来，咱们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掌柜的，我们的顾老师教大家来做一下。其实有时候你喝芹菜汁的时候，你会受不了那个味道，您能受得了吗？本厨受不了。我喝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痛苦的挣扎。然后咱要稍微放一点水，叫1杯水还是半杯？半杯水就可以了。我们用250毫升的杯子吧，用半杯，然后呢打成汁儿，这就 OK 了。打成汁儿，对，不需要加一点点其他的。不需要加。好，我们这边我给老师压着。OK 了。我们这个汁相对来讲有点浓有点浓，可以给它倒出来，因为它是西芹苹果汁嘛，所以呢会稍微浓一些。看颜色还挺漂亮的。的确。感谢顾老师为我辛勤弄的这杯芹菜汁。是啊，这个西芹汁呢，喝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常年喝，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喝这么1杯，一天喝2次，那么早上1杯，晚上1杯，喝上10年左右，你的身体就带有芹菜和苹果的香味儿。因为这个苹果呢和芹菜都是有辛香味的东西，辛香味，所以它会带来体香。这个西芹汁呢，我们一天呢要喝2次，早1次，晚1次。有很好的，早晨起床就喝它吗？早上起床喝1次，然后呢晚上睡前也可以喝1次，这样有很好的降压的效果。就像刷牙一样，早上刷一遍，晚上刷一遍。没错，它可以清理肠道，而且能够降血压。降血压最主要就是降血压。饼厨，那你不想喝这血压？血压还可以。那我先尝一尝，为大家尝一尝，好不好？哇，很棒的。这个味道喝起来的时候，因为加了很多苹果吧。所以说芹菜的本身那种芹菜那个味道呢，被弱减下去很多。而且今天你打的真的好浓啊，喝在嘴中的时候呢，还是嗓子被这个芹菜那种碎碎的蓉所糊住的感觉，不过味道还不错。很棒哦。那喝完了芹菜汁，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正式的品尝。今天我们的饼大厨带来2道菜品了，咱先来尝尝这蒸菜怎么样？好，来赶快尝一尝。关键是这道菜呢得蘸这个独家秘籍的这个汁。哇，这汁很棒啊，是很好吃。芹菜叶呢，嚼在嘴中的时候，有点变得糯软，而蘸上这个汁呢，是一种甜甜的，带一种蒜香的一种辛辣味。对，这个汁真的很特别，是很特别。其实我真的觉得这道菜的灵魂是在于这碗独家秘籍的汁。没错。饼厨要不要再重复一下这个配方？可以。我看饼厨有点犹豫，多多少有点犹豫。把这个劳动跟我分享一下。这个蒜泥呢一定要用颠的，一定要用这个石头的这个，就是我们捣出来的这种。因为现在市场有很多卖的有个涂料的或者是那个木头的，对吧？一定要用石头的蒜泥捣出来的，然后呢加入这个味极鲜、蚝油，这个加点蜂蜜，就是家里没有蜂蜜的话，加点白糖，加点白糖呢一定要把它给搅均匀，白糖化掉，用蜂蜜最好了。然后后面呢加一点香油，就 OK 了。这一碗饼搅的时间呢要长一些，充分的搅匀它。饼厨呢用了1个月的舌头换来的这个配方，希望你在家里试一试。是，但是我觉得你没说那个毫升数，我特地观察了一下，每样都是1比1比1，都是1比1比1，是不是？香油好像少了一点，香油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多放一点。没错，很棒。那么吃完这道菜，我们赶快尝一尝这道菜，只放了一点点味达美的酱油，来尝一尝我们的芹菜心。可以和饭片一起吃，一起加一点。